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运成好，各位朋友好，还有退役少将李正杰将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川习会会因为川普的这一纸行政命令而出现变数了吗？我们来看到这个川普下令要重组这个军售的顺序如果你是高国防预算的盟友的话呢，你就可以优先的拿到武器。好，他是正式签署了这一项全新的行政命令彻底重组美国对外武器出口的客户优先顺序。未来呢，美国的军售就不会采取先到先得的模式了，而是优先供应给国防预算投入较高，而且呢，在区域内具有关键战略地位的盟友那么《金融时报》的独家报道就说了，说美国呢正在为台湾汇整一个规模庞大的军售案，内容呢包括了什么？爱国者飞弹还有其他武器。但是北京已经私下警告了说这个举动可能会危及川普4月对中国的访问。那么驻陆的大陆驻美国的大使也已经警告了，说这个军售的问题你真的小心，这个川习会之前可能会出现变数。而美国的白宫发言人也说了，随着川习会即将要会面了嘛，那么中国可能也会启动一波影响力作战，试图要削弱台湾对美国的信心。但是美国也一再的重申美国一中政策未变，仍然以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以及对台6项保证为基础。好，除了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我们来看到伊朗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紧张，而且呢正在进行美伊会谈之中。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谈到了，看到他们两个谈的情况如何呢？伊朗的外长说了，说美伊会谈是一个好的开始，双方在上述的会谈中彼此交论论点，分享观点日后呢也敲定方式跟时间，会谈呢仅聚焦在伊朗的核议题上面。而白宫的发言人则说了，我要提醒伊方川普除了外交手段，还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动用所以呢，此次的会谈还是聚焦在推进外交进程希望实现伊朗零核能力是川普再三强调的立场。但是呢，这个华盛顿邮报也报道了，说伊朗其实在美伊会谈中呢是直接拒绝停止去有浓缩核的，所以难道这次的会谈也可以算是破局了吗？还不晓得，我们来看更多的相关报道那不过呢，在他们两个这个会谈结束的不久之后呢，美方就宣布了，说新的制裁措施要遏制伊朗的石油出口，也锁定了14艘的船只。好，那现在呢，看到了美伊双方要重启核谈判未见突破。这个美方呢也去督促说公民赶快撤离。那么伊朗的武装部队也宣布要进行最高的戒备。好，那川普也说了，说呢，我们美军呢随时可能会无预警的去轰击伊朗那么美国呢也带头多国来紧急的去撤侨。我们来看到美军目前呢还是持续的在中东地区呢进行军事集结，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战机防空武器都被转移到该地区，准备要应对伊朗可能针对周边美国盟友发起的打击行动。而这个时候，中国呢也去向伊朗来提供包含了反隐形雷达系统还有防空系统在内的多款武器，希望伊朗在相关援助武器的帮助之下呢，能够击落美军轰炸机。那么伊朗也宣布呢，他们已经部署了4枚这个速度可以达到8马赫，射程约2000公里的超音速导弹，可以在15分钟内就抵达以色列境内。所以看起来现在美伊关系的军事方面还是一触即发而另外来看到这个美国跟俄罗斯的情况如何呢？因为他们的这个核武条约呢马上就要到期了，但是川普他是拒绝普丁延长1年的提议，并且他发文写到说那个谈得很糟啦，俄国会严重违约。他希望的是什么？他希望的是直接签新的，不要研究的。那白宫也说了，会持续就新条约跟俄方去进行讨论。那么俄方则是说莫斯科对于条约到期感到遗憾，如果得到建设性的回应的话呢，一定会展开对话。好，那现在呢，美俄双方呢是不是要推动关系正常化呢？国务卿卢比欧就说了，说美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之后呢，可能需要全新的条约。那么美国呢将会维持强大、可信以及现代化的核威慑力量。而俄国的外交部长则说，俄国希望在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之后呢，跟美方进行对话，但也做好了应对任何状况的准备。
好，那这个条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世界上有90%的核武器就在美俄的手上嘛。那么如果他们条约到期的话，未来是不是就没有相关的这个条文可以去规范了呢？好，不过我们来回过头来看川普下令要重组这个军购顺序，这是不是剑指台湾呢？那对于伊朗跟俄国又有没有造成影响呢？我们请教彬哥。对，我知道台湾很多人很嗨，说他以后就是看你的国防预算最高的，我就先给你武器。但是川普有讲说是台湾吗？好像也没讲。那国防预算高的定义是什么？是以总额最高呢，还是以占 GDP 比例最高呢？川普也讲的语焉不详。其实到头来，其实还是什么？还是川普说了算。那其实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它整个军工产业的生产线的速度非常慢，因为它很多产能都已经降到一个危险的地步，甚至连供应美军自己都常常不足，所以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那美国愿意就是重新投资生产线，把它生产速度加快吗？好像也未必愿意。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拿到武器？现在美国又说要开6300亿的新的清单给台湾，如果是对台湾有用的这些武器，我们当然欢迎了。我相信在野党也不会打。可是问题是，就怕美国是在清库存，而且最近国防部才在说啊，只要这个新的预算账签过了之后啊，我们过去这些武器就很快今年明年就会到货。我就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那个过去我们已经付钱付了很久的东西，那个是他欠我们的，本来就该给我们的。那怎么会是我们要付新的钱之后，他旧了才愿意给我们？这不是很怪的一个逻辑吗？所以到底在搞什么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如果美国到最后只是在清库存塞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们，我们也要吞下去吗？那吞下去对防卫台湾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那中国大陆当然不会乐见美国加大对台湾的军售，所以他们一定会从中阻挠。实际上那天习近平跟川普通话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这样的问题。他叫美国要慎重处理台湾相关的问题。所以如果美国持续加大对台湾的军售，甚至提供台湾攻击性的武器的话，你确定一定会有4月的川习会吗？我觉得恐怕都是令人质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川习会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成型，恐怕还要看双方之间的互动。那至于伊朗的问题呢，显然是没有谈好，因为美国一心一意就是叫伊朗保证你绝对要撤除你的所有核设施，甚至要开放。我想美国方面是开放要伊朗让美国人进去检查，但伊朗不可能会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恐怕在那边还是持续升温的。美国会说要撤侨，其他各国也跟着撤侨，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就是美国先把它空出来，他不一定会打，但是我先制造一个我随时可以打的环境。那他就在等更好的时机，所以这就要看伊朗防不防得住。那伊朗去年其实已经被重创，他今年经过这几个月之后，他能够提升多少的防卫力量，其实恐怕是令人质疑的。你说中国大陆紧急送这些什么防空雷达啊，或是一些相关的武器去啊？抱歉，武器是需要训练的，武器又不是送去直接电脑打开就结束，就可以直接发挥功能，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恐怕远水救不了近火，恐怕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那至于伊朗自己本身，对它确实是有高超音速导弹，它确实也可以打进以色列，因为世界上也没有人能够防到5倍以上音速的这种导弹。但是问题是你有几枚？你也没有核弹头，你能够对以色列制造多大的破坏？是不是足以嚇阻美军的进攻？我想这些都是疑问啊。那至于美俄之间，因为他们两国就占了全世界最多的核弹头，两国加起来1万多枚，其他国家全部加起来是他们零头，所以他们的核谈判当然至关重要。可是川普当然也知道这个状况啊，所以他现在就在说过去的旧约我们不要再延续，他要签一个新的。他在干什么？你知道？我觉得他又在想诺贝尔和平奖，他又在想说，我来创个川普式的这样一个新合约，然后给世界带来和平，再来搞我的诺贝尔和平奖。可是有这么简单吗？普丁也不是傻子，就看他们怎么谈吧。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这个有明哥，怎么去看这个川普他调整这个军售的顺序，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那当然就是多卖武器了。各位，
我认为反对党、国民党、民众党不是反对美国军售。过去马英九时期8年对美国军售采购案达到201亿美元。但我们反对这种民进党式的不合理的军购啊，因为你钱就这么多。我来跟各位整理一下，第一点，这个已经讲了很久了，不管是不是已经有先付款，美国我们已经购买，但是还没有到货的这些军事武器的项目加起来，包含 F-16，将近200亿美元。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承诺，事实上钱已经准备，有些可能已经付，还有200亿美元没有来，什么时候来天晓得。那我再帮各位整理啊，马英九时期那个时候整个军事预算大概就是2.8兆，8年啊，8兆新台币，对美军购201亿，大概是6000亿台币啊。然后呢，蔡英文时期呢，军事预算从马英九的2.8兆变成3.5兆，8年加起来，那对美军购呢232亿美元，啊，其实略微增加。但是到了赖清德才2年不到的时间，各位，去年国防预算6000多亿台币，然后前年，然后去年呢编的今年是9000多亿，所以2年他已经编了1.5兆，2年已经1.5兆了，经常性的国防预算，蔡英文8年也排不过是3.5兆，然后他现在又赖清德提一个1.25兆的特别军购预算。事实上，加上后面的维修啊，所有加起来，可能后面要花到4兆新台币。所以，连民众党提的这个项目，就主要的这几个项目，其实4000亿都足够涵盖了。那这个1.25兆跟4000亿落差很大耶。那你怎么叫这个已经荷包缩水的？我们现在每年的政府预算才3兆新台币，扣掉1兆国防预算。还剩2兆，教育、社会、劳保、能源，blah blah blah， 然后还要现在编一个新的1.25兆，那人家现在欠了200亿给我们还没给，所以呢，民进党就把它扭曲成为啊，你反美，你不支持对美军购，你不支持台湾安全，那我也不能这个饿着肚子来去买武器啊，合不合理？不合理吧？所以。现在我觉得3点啊，其实很重要。第一个，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们有助于我们的防卫的目的？这些项目都可以讨论。所以我觉得反对党是支持军购，但是要第一个符合防卫的效果跟目的，对不对？钱要花在刀口上。那第二个呢，也就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如期交货？你知道美国现在连澳洲都已经决定不买美国的核潜舰了，因为它一方面它的战略改变，另外一方面他知道美国没有办法如期交货，他干脆就先不买了。因为美国现在根本做不出来，不管是军舰、飞机还是各个他自己的防卫的项目都做不出来，他所以要日本、韩国的这个造船厂帮忙做军舰。那我们所买的这些 F-16啊也好，海马式也好，或者是标枪，或者是自走炮等等之类，其实到现在还是拖延。你不断的往上面加钱，那可是呢，之前都还没给。所以第一个符不符合防卫需要？第二个能不能如期交货？第三个，你花这些钱真的能够买到美国对我们台湾安全的承诺跟保障吗？这个你知我知，也就是一个战略贺主。重点不是在钱的多寡。可是还是要看在我们现在台湾实际的情况，我这都不讲两岸关系，我这都不讲解放军现代的军力的发展，这些都把它排除在外。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的荷包，然后面对的台美关系以及军购的整个这些项目的这个特性的要求，理性来看看这些问题吧。理性的看看这些问题，然后4月的川习会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了哈。所以在川习会之前啊，中国都已经出面来警告军售案了。那么现在会不会出现变数呢？请教厉将军。在前天川普跟习近平的通电话里面，习近平已经这个两边都已经在正式的这种
文告里面都已经讲哈，重点就是谈到台湾的军售问题。那我想说，原来我们美国跟台湾签的3个公报里面有一个就是说，美国不可以卖这个攻击性的武器给台湾哈。那这次我们看到，我们所谓的1.25兆的军购项目里面有好几项，其实上你必须将它归类为攻击性武器。譬如说中程战术弹道导弹甚至于海马斯火箭炮，这都属于攻击性武器哈。那这种状况，如果说美国硬要卖这种武器给台湾，那当然就会影响到4月份的川息费。但是我觉得川普本身就是生意人，对他来讲的话，现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尤其是说在这次川息通话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很得意的在那边讲说，中国答应跟我们继续买大批的黄豆还有天然气。那我们合理的怀疑，是不是中国大陆答应说，那我跟你继续买大豆、天然气、飞机引擎这些东西，那你就有一些东西你不可以卖给台湾。但是我这边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这个我想说，中国大陆不会挡住这个美国的军火商的财路，因为这东西挡人财路的这个大概不会有人去干这种事情。但是中国大陆大概会去说，你要卖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以卖，什么东西不可以卖。譬如说我刚刚讲的那几样武器，会不会就从这个美国原来的清单之中消除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开出了3个东西标枪火箭这个还有地狱火这个托式飞弹，还有这个自走炮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所谓攻势武器。其实这3样如果严格讲起来的话，你可以将它归类为防御型的武器，因为如果说是这个敌人不登陆的话，你那个标枪飞弹是打不到人的，托式飞弹你也不可能打到对岸去。那自走炮最多打40公里是不构成这个对对岸来讲的话源头打击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开出这3份清单，那再加上这个对话，我们合理的怀疑是不是美国在这方面有一些武器它会退缩了，就不再提供给我们台湾。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讲这话很明显的，他就是商人的心态，这个完全遗漏。这个完全表现出来，就是说谁的钱多，谁财大气粗，我先卖给谁，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们国防预算编列多，我就优先卖给你们。那你们家比较穷，你们家比较少，你不可以编列那么多的武器，这个预算我就不卖给你们。我觉得这完全是商人的性格表露无遗啊。没错，现在美国的军售也搞这种交易式战略信念呢，已经完全荡然无存了吗？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美国总统川普的施政争议呢，已经不是他自己个人风格的问题了，可能是他对他自己权力无限上纲的问题。来看到呢，他最近在他的这个社群上面分享了一段带有歧视性的影片，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呢是川普分享的一段影片，他竟然是把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描绘成猴子这引发了美国政坛跨党派的一个强烈谴责。那他也罕见的把这个贴文给删除了。结果白宫呢是怎么呛呢？他说这个画面呢是来自一段网络的迷因影片，将川普总统描绘成丛林之王。那么民主党人呢，则是狮子王中的一些角色，还说停止这种假愤怒去报道一些真正对美国重要的事情。但是他们自己就把这个发文在12小时之后给删除了那么白宫官员事后是怎么解释的？他说呢，这个影片不是川普本人上传的，是白宫的工作人员误发。那相关的贴文呢，已经自平台删除了。这个呢只是一小段插曲川普真正的野心是什么是好多个机关都要以他来命名吗？我们来看到他呢说，如果要冻结纽约重大基础建设计划高达160亿美元的资金的话呢，那么你这个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舒默，你必须要支持将纽约宾州车站以及华盛顿舍勒斯国际机场通通改以川普来命名。那舒默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在是无权答应这种超乎常规的要求。”好，那另外呢，川普呢，他也公开的批准
公开 UFO 机密。那国会议员呢也要进行外星人的调查哈。这是《每日邮报》的报道说，川普呢已经批准了国会议员的要求，允许进入多个与 UFO 相关高度机密设施来进行调查。好，这些地点呢，据传存放着坠毁的异常飞行器，还有非人类遗体的一些相关档案。川普真的是很难让人捉摸不过呢，现在他的这些不确定性让其他的盟友呢都陆陆续续的离他而去了吗？像是在法国还有加拿大，通通都在格陵兰去设立使馆了。要回击什么？就是要回击美国的夺岛威胁在2月6号的时候呢，法国跟加拿大都在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来开设了领事馆。好，那这个法国呢，也成为首个在格陵兰设立领事机构的一个欧盟国家。好，至于加拿大呢，他一直在供电动车，而且还找中国大陆当做这个伙伴。好，那卡尼就宣布了一项电动车新战略，包括了重启购车补贴，并表示将跟中国合作来推动加拿大本土生产和出口电动车，试图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好，那这个补助是怎么样呢？要提供23亿加元来用于个人和企业购买或租赁电动车，提高最高5000加元的补助。同时呢，还要拨款15亿加元用在电动车的充电设施的建设。好，那除了这个加拿大之外呢，英国跟中国现在呢金融工作小组也首次召开会议喽，就在北京召开。好，这首次召开的会议是施凯尔在访华期间中促成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之一嘛。那工作组呢，为了中英开展金融政策交流，提供了一个制度化平台。会议有关的情况和成果呢，向中英经济财经对话牵头人来进行汇报。好，那现在中国的这个金融体系要走向国际了吗？我们来看到它有可能会向外拓展它的人民币吗？好，现在呢，这个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的急剧动荡之下呢，各国都开始质疑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了。所以中国人民银行正致力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避免大上大落，此举也增强了一个市场的信心。好，另外看到呢，在经济建设方面呢，新疆的部分也建设了一个新的这个中欧班列那经过新疆边陲小城阿拉山口的中欧班列呢，运行路线已经达到128条了，把西安成都重庆等大陆内陆的开放高地跟欧洲的消费市场给做一个紧密的结合。那虽然它是一个边陲小镇，却是亚欧大陆物流的一个十字路口可以看到中国是不断的向外扩张自己的经贸。好，至于最近的美股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连美股我们都知道连3日下跌了，结果6日早盘4大指数都齐扬，竟然上演了一个大反弹的行情。结果呢，川普发文了，说道琼工业指数史上突破了5万点大关，祝贺美国。甚至他还说是关税创造了经济时机。他还谴责《华尔街日报》等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者，他们预测关税会反噬得其反，但是呢，并没有我们创造了美国的经济奇迹。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到川普宣称说，过去3个月年度核心通膨率已经降至1.4%了，但事实上呢，是总统他精心挑选的数据来大大的夸大通货膨胀的状况。好，另外他也宣称说，我们每个月的贸易逆差减少惊人的77%，这个反映了这个总统上任时2025年1月的极高贸易赤字下降到10月超低赤字的一个百分比另外，他还宣称说，他成功利用关税工具在美国获得了其他国家前所未有的一个巨额投资。但是其实呢，他都是用关税来威胁获取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一些投资承诺啦，这根本就不算是什么成功嘛。像是台湾我们也知道，我们就是被美国给荼毒的非常惨嘛。他现在的权力的情况呢，已经从对各国的关税要到国内的建设都要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了。这真的是一个权力极大化的一个情况吗？我们请教彬哥。我想，台湾跟全世界都一样，反正只要发的文是好的，那当然就是自己发的；发的文如果是有问题的，要下架的，那就是小编误发，就这样，永远都是这样子。所以川普会发这个，老实讲，这个真的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东西，因为这部影片是有非常明显的种族歧视在里头。那问题是，这刚好符合川普的性格，川普就是一个种族歧视人。所以我相信他们当初发的时候就觉得，我本来就种族歧视，全世界都知道。但他没想到后果反应如此强烈，甚至连共和党内
很多人都觉得发这个影片实在是太糟糕，所以他们到最后只好被迫下架。那川普这种事情，我跟你保证，一定还会继续干下去，因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天生就是种族歧视所以这也没办法。那至于说这个用这个隧道要过关，要以它来命名的话，川普也就老实不客气就是这样啊。他已经干了好几次类似的事情，他未来还会继续干下去啊。这个人就是一个完全自尊自大，根本不把一般的正常的社会规则放在眼中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很川普，那就看美国人吃不吃这一套。那我唯一欣赏的就是他说要公布外星人的这些相关讯息，因为我已经等了很多年了，我真的很想看一看这些东西。那希望他就赶快公布，让大家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几十年来真的是各种奇奇怪怪的说法都有。那我是很想知道美国方面掌握的讯息到底是什么。那至于法国跟加拿大现在在格陵兰设使馆，当然这就是一个象征的意义，表示他们力挺格陵兰。可是力挺归力挺，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什么，或愿意做到什么呢？我想恐怕也是很有限。那但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状况就是，当美国这个盟友变得不再被信任的时候，他们现在都积极的去中国大陆这边寻找，谋求一个双保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国家一个一个去北京，然后一个一个跟中国大陆谈各种各样的贸易。那对中国大陆来讲，这个契机当然是川普造成的，可是也是因为中国大陆如今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所以这些国家才会找上门来。那对中国来说，当然这对他们是一个好现象，他一定要掌握住这一次的机会。那能够发展到如何的态度，其实就看这个国际的局势怎么演变。因为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会成为敌人，但是明天可能又再是朋友，这个就很难讲。所以这个都很难想象的。那至于这个川普，他习惯性的自吹自擂，所以你看哦，在东方某小岛，有一个人跟他的讲法几乎是一模一样。你看股市上我5万点，你看我的经济表现多好。我们这边不是有一个人说股市上3万点，对不对？经济表现多好，那些说什么吃不起便当、吃不起鸡排的都是假象，你们怎么可能吃不起？川普就是这种论调，完全一样，对啊，他就到处吹嘘啊。那可是问题是，美国的通膨真的只有这么低吗？只有1点多吗？你确定？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美国现在市面上那些东西涨价是在涨什么？难道那些东西都不算在核心 CPI 里头吗？这我觉得很奇怪。然后贸易逆差，我相信一定大幅减少。美国这样干，如果贸易逆差还不会减少，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问题是，这也让你跟全世界国家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而且很多跟你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盟友，可能都会因为这样子，大家彼此变得非常不信任。而且美国短期之内看起来好像很多投资，那这些投资未来会不会兑现？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美国的经济长远来看，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开始呈现收缩？恐怕才是川普必须要去观察的事情。没错，川普这样子做单纯的是他的自己个人的政治不正确，还是他自己已经整个碰风起来了，权力一把抓？我们来请教永明哥。我觉得当国际事件开始不断的考验国家领导人的智慧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英雄造时势，你就看到不同的表现。加拿大总理卡尼就是一个英雄造时势了。他面对这个情况对整个加拿大不利，美国现在对加拿大大部分的商品还是25%的关税，它本来是0的，因为是自由贸易区啊。所以美国在对加拿大采购的过程当中，其实加拿大有70%的商品出口是到美国去，中间涵盖有木材、矿产，然后原油、天然气，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汽车零组件。加拿大事实上是全世界汽车零组件、美国汽车市场的汽车零组件的重要的生产地。结果现在25%的关税，我看了英文的报道，加拿大从去年到现在关厂造成汽车零组件厂这个员工失业的已经数万人了，那怎么办？卡尼就转向中国，而且还到达沃斯去说这个世界秩序已经变了。那他就真的3个步骤出来，第一个，开放中国大陆的电动车，本来是100%的关税，在美国压力之下，现在变成6.1%，而且开放1年4.9万台
中国大陆电动车5年之内到7万台。第二个，他补贴加拿大人尽量去购买电动车，32亿的加币，然后呢，他又加个15亿的加币去做这个充电桩，这有战略的，有整体规划的。第三个步骤，他也对丰田、也对现代、也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厂商，你们来投资吧。丰田、现代不敢去，因为怕被美国制裁，而且丰田、现代等于在美国的市场又加码，没有那么多的市场跟钱跑到加拿大去，所以现在他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开放市场。那加拿大市场不是很大，对中国大陆而言，其实但是它有一个叫做战略性的这个地位，也就是说，你觉得川普能够做多久任期？3年嘛，3年之后，是不是加拿大、美国又恢复到零关税？那这些电动车，事实上你在美国现在很多的这些个人的消费者，对你说加拿大进口电动车之后，我们总是可以想尽办法把它弄到美国来。所以这整一个市场的这个打开哈，你就看到会带来投资、带来就业，以及加拿大自己本身的零件市场的整个全球化，以及它的电动车未来说不定可以出口到别的地方，不管是美国车还是欧洲。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领袖啊，面对这些考验的时候，他懂得去应变，他有他的战略观。那我觉得其实看朱伊卡尼比较我们在亚洲这些政治领袖啊，真的是不太这个及格。不过我们的赖总统真的是跟川普学的是淋漓尽致哈，很多个方向啊，甚至是价值观好像也都有一点像哦，就是觉得我只看得到好的，看不到不好的。我们请教李将军。川普哈，现在还有个外号，以前大家都叫他川建国嘛，现在还有叫他川宝宝哈，那真的是每天在耍宝。你怎么会？你就羞辱国外的领袖，譬如说他羞辱加拿大总理啊等等这些人，说是第51州哈，那也就算了。他现在连自己国内的这些政治人物，他都拿来当做羞辱的对象，而且这种羞辱可以说是这个让人家瞠目结舌了。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你怎么会把前总统画成猴子呢？所有动物呢？那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做不对哈，所以他后来是否认。可是你这个影片已经公布了，我觉得这伤害已经造成了。另外更夸张的哈，他现在已经威胁说，你们要动用这些经费去盖隧道啊，去改进所有东西都要挂我的名字。我跟你讲，只有一种人才会有这种想法。你知道川普从开始的时候，他要发展6代战机，叫 F-47，那时候大家说，因为是他为了纪念他是第47任的总统，所以说是6代战机命名叫 F-47哈。后续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他不管是将白宫改成宴会厅哈，或者是要建造一艘川普级的战舰哈，这个4万多吨的战舰，都要用他的名字。现在连这个隧道或者是这个车站哈，都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宾州车站这个车站当然是以地点来命名嘛，台北车站就台北车站。这东方抹小岛好像也是3不5时，人家去爬101，明明就是台北101，非要说的是台湾101，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像，但是台湾还好了，川普是大拉拉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我跟你讲，只有一种人会干这种事，就是老了快不行的人哈，缺乏自信的人，就怕大家死了以后大家瞧不起他，忘了他是谁，所以到处要留下名字，你知道，这就有一点像小狗，对，到公园里面去，你看小狗到处都会留下记号。我觉得川普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态？怕他以后这个已经到今年已经80岁了，如果说再过几年以后，大家会遗忘到他哈，所以说到处都要留下他的名字。那我们讲到加拿大为什么要电动车，其实加拿大是很大一个是很大的一个汽车的这个零件制造商，但是它的这个汽车大部分的厂商都是美国的厂商，也就是说在加拿大生产完这些零件以后，再运回美国来组装哈。事实上是美国跟加拿大是共利共赢的，但现在因为美国这个要对加拿大课以关税，那对加拿大来讲的话，他为了自己活下去，他当然要另谋出路啊，所以跟中国来讲找到了电动车这条路，来为他以后的这个汽车产业来找一个新的路来发展。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强了，所以其他各国只好自己的去风险化，跟中国来加紧关系，来进行经贸发展。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退役中将邵华明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刚刚台湾的政局攸关很重要。但在国际不也是如此？川普的行政命令公布了一个百货公司式的或者是购物中心式的促销方案，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跟美国买武器呢，现在叫做美国优先军备移转的战略规定了哦。先给买得多的大户会员啊，这个 VIP， 那不是说你先买就会先到，例如台湾之前买过的武器，那只问消费高、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会优先取得武器。白宫表示，未来武器的销售全凭借由外国采购资金提升美国产能。其实讲得很直白啦，大白话就是，甚至在新闻稿里面直接出现的就是优先保障美国利益。好。管你拿台湾安全、这个中东安全、国际秩序没有，只在乎美国利益。所以《金融时报》报道，这个新的美国推动的计划将有一项高达6318亿台币的军购案，包括了爱国者飞弹啊、其他武器。这些这个消息里头也来自于有中方的回应，认为要提醒川普。这样会影响接下来4月的川习会，会不会有影响呢？当然，其他国家也同样对于跟美国买军购产生了不同的情况的反应，包括了美加拿大现在也是不愿意成为51州，也成为现在的眼中钉，情绪非常的高涨对立。那么现在加拿大表示呢，可能不买大笔的经费去买 F-35咯。这个所谓瑞典的厂商，这家厂商呢正在积极游说去买的是瑞典制的这个，不只是搭配 JAS-39啦、施鸠兽战斗机啦、双机队，大家都在美国减1了吗？包括军购。那么甚至德国的媒体也曝光啊，有意加入了日、英、意大利这3个国家共同组成的武器开发计划，叫做全球战斗航空计划。3国考虑要一起自主研发新的战机。不是美国，也不是俄罗斯，也不是本来过去就一路买美国武器了。那现在如果不买的话，哇，那我怕其他国家就要买更多，包括台湾。那所以美军是不是把解放军想得太简单？这个标题是因为这样的有一个发文来自于最近正在展开的是新加坡航展。这位美国国防科技新创公司的杜里尔是美国的包商，那么结果却在厂商这个现场呢拿了一个这个布尺啊去量。大陆的战机歼35A 机翼的照片，然后还特别 po 了自己这个照片去批评攻击。他认为中国大陆的歼35战机并不是名副其实的，他质疑它根本不够好等等的，去跟美军的军机去做比较。大陆军事专家直接反讽他的行为犹如行为艺术，而且在专业度上显得极度缺乏专业敬业的精神。那么在这个美国的智库里面。评估分析认为，如果要反制大陆攻台的话，要有多少架呢？300架 F-47、200架 B-21，哇，这么多才行，大概要3.2兆台币。光是有没有可能造得出来，有没有帮他准备，都是问题哦。那现在呢，来自于塞尔维亚的消息是，过去使用俄罗斯的武器，现在恐怕会改成中国制的红旗22防空系统呢。未来包括了歼10的引进。都会是现在各国军力的考虑新的出口。那或者是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哦，是还在升级当中的歼10C的换装新型屏显。这个画面公布出来是在中国大陆的空军基地，要展现它的跟过去不一样的新的战斗力。那当然有这个新闻看的也蛮有趣，这个标题就很引人注目，说有人还记得漫威里面有个浮空的航空母舰吗？我记得那个很酷。现在这个画面是也可以透过画面看一下，这个画面是来自 AI 是生成的预想图。这个像科幻小说里面的场景，巨型的飞行器可以飞在地球的大气层边缘哦，能飞向宇宙浩瀚无垠大气层的边缘哦，部署无人战斗机，还可以发射飞弹。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突破现有在地球上面的防空系统的射程。当然，这个预估是可能在
在20甚至30年后会完成，也有质疑能不能办到的。但这是目前美在中国大陆想要发展的新的，还讲普通话，这个航空母舰的新的可能的发展的愿景。但是美方呢，现在除了这些卖钱的武器的方面，甚至有国防部长前所未见，哈佛是全球最顶尖的学府，他直接杠上了哈佛。For too long, this department has sent our best and brightest officers to Harvard, hoping the university would better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our warrior class. Instead, too many of our officers came back looking too much like Harvard, heads full of globalist and radical ideologies that do not improve our fighting ranks. 痛批哈佛，也宣誓以后再也不把这些军人啊、将军啊送到哈佛去念书了。这是一个新形态的美国战术。将军，这是很糟糕的一个想法。美军呢，之所以在世界上能够占一席之地，跟他的军事教育制度很有关系。你像我们中华民国军事教育都是单一的，在军事学校里面受训。美国最厉害的就是他的中尉、上尉。就送到常春藤大学去读硕士、博士，所以美国有另外一个系统叫 ROTC 系统。这些军官可能在刚下部队的时候比不过 West Point， 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可能超越，因为 West Point 它是培养战场上的指挥官。ROTC 的军官是培养什么？因为他有硕士、博士的学位，所以他跟产官学三者是相连接的。有勇有谋，有勇有谋。他这个谋不只是，它是一个现代化的 knowledge， 就是资讯化了，或者未来武器发展了，或者预算的筹划。你像我在中华民国这个学校受训，我对预算就很糟糕，因为你不是那种像那样培养的。所以现在这个国防部长自己出身很卑微。他反而对这些所谓更高级的这个学士的军官，他采取否定的这种态度。主持人借的，这个叫是自杀。我跟你讲，美国军官之优秀水准素质跟 ROTC 有绝对的关系。他们读硕士，不像我们说一定要在某个学校读满35个学分，他可以采取 stamp， 就是说你在德州拿了8个学分，你跑到阿拉巴马，你有可能拿了10个学分，到了华盛顿在 Georgia。也可以拿到补满，就让他的军官有很多的现代知识，包含管理的观念、科技的观念、资讯化的观念、竞争力。对，这个是叫做建军干部，这也是我在管院极力推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老小子是，我讲难听点，自己学识不足啊，就好像嘲笑、瞧不起哈佛。对。第二个呢，军售的问题，这对台湾会有影响，因为这个川普急了，捞钱，那真是商人本色。没有大额的金额，我不让你优先。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能有钱采购你美国军货的国家，现在纷纷打退堂鼓啊。这个加拿大人家就劝他，你买瑞典的，瑞典的施鸠战车飞机不错的。跟你35可以搭配嘛，你不要急着买它。法国跟英国跟意大利有联合组织欧洲的这个飞机发展，以前有过，后来被美国的军火公司打败，就说你当要成型的时候，我就卖你美国的飞机。可是问题现在是美国的飞机已经落后在中国大陆的5代机、6代机了，所以这些有钱采购的国家就慢慢想脱离美国的这个军售的魔掌。现在只有一个傻瓜，就是我们台湾。那是不是鼓励？我们已经花了将近100多亿美金了，他好像要200亿美金起跳。该担心说他们转单弃单，台湾得买单这样。对呀。可是他讲的条件又不符啊，要战略敏感，台湾还不够敏感吗？是全世界的火药桶啊。第二个，这个台湾已经花了100多亿啊。你的暗示是我们还要再追加100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1.25兆里面啦。对呀，他的印象里面，川普的印象里面，台湾很有钱，他不知道台湾很有钱是那些寡头的大企业，老百姓并没有钱哦。那这个意思是我们还要再补100多亿才能满足你的条件呢？但是问题是，6000亿哦，不是600亿。前面
不是我讲100亿美金啊，美金，那已经100亿了嘛，再加100亿不是6000亿吗？那前面我们已经花了100亿的货都没有到，你什么时候给我啊？我再花100亿美金，什么时候到货啊？所以这个很引起对川普来讲并不是好现象。第一个，台湾付不付得起？到现在采购在立法院还被封杀。第二个，英国、法国、德国，他们不买，还有哪些国家买得起？啊，你像印度买得起吗？土耳其这些国家能买得起吗？买不起嘛。所以他这一招啊，除了他玩商场的手法以外，对美国的军火工业不见得是好事，因为大家都脱离了嘛。第三一个，有一个叫做很伟大的构想，所以中国大陆要发展鸾鸟计划。哎，这个鸾鸟是怎么来的？是《山海经》里面的东西啊，而且是南天门计划。他们中国大陆的计划叫南天门，好酷。我们台湾老百姓知不知道南天门是什么？玉皇大帝皇宫的大门，是天兵天将在那里守的。他弄个鸾鸟，带的玄鸟，带了一大堆。你要什么叫鸾鸟？南天门计划就是你看过的星战，我们以前看的星战啊，那个太空大型的那个飞机。星战计划再加上变形金刚，这两种幻想糅合起来就是南天门计划。不管他做不做得成，至少人家有这个胆识去想。你给他20年，说不定成了。如果这个计划成了，全世界没有国家打得过他了，很可怕。太空来作战，太空作战嘛，他在大气层里面，啊，又可以隐形，又可以放出很多高级的无人机，那不是现代的无人机啊，是玄鸟啊，那是另外一种，全身还有一种电子离层啊，帮你隐形也帮你防护啊，那就好像身上带了符咒一样，天兵天将，刀枪不入。这个计划真的是超过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但是中国大陆搞黑科技，你很难说他有一天做不出来哦。所以现在看得出来，川普感觉自己在空军上面已经落伍了，眼看着大家都要采购中国的飞机了，所以他弄出这么一个名，趁我现在余威还在，你们赶快买我的东西。但是现实上，大家钞票是现实的。任老师，当然现在川普的促销政策就是你要买越多，才会给你货，优先到货。对对对，不要问我你什么时候到货，你看你买的够不够多。那其实其他国家都一样，问题是现在是美国减一的各国的采购策略。我觉得我们主持人刚刚拿出那个买那个精品跟那个买美国的国防武器做比较的话呢，我会有这么一点感觉的，有一点隐喻失当啊。我必须要强调啊，这个首先第一点啊，美国的武器非常贵啊，贵远远超过精品的价格啊，这个大家可以了解啊，美国啥都贵啊，在这种情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川普的这个做法就是说，你只要出得起钱来的话呢，你就可以插队。那大家等武器的话呢，我一般来讲的话呢，国家当中只有傻子才会去买武器，武器平常来讲不打仗根本不管用的。说句良心话，我们平常就是对于国防预算开销非常大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要常常打仗，因为你讲的一大堆国防人员的话呢，就我讲这话对于我们将军是充满了尊敬，但是我必须强调，就是我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准备60万大军，60万大军，我小时候在讲，那花费很大嘛，对不对？那就是国防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啊，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呢，你买的国防装备，我在当兵的用的装备都很差嘛，最主要是为了替国家省钱嘛，因为这个开销太可怕了。那川普现在的话呢，不但卖装备，而且还是有钱的可以插队。他就是嫌那些阿拉伯国家的话呢，就是他们不够紧张，不紧张，所以要制造动乱啊，对不对？现在打伊朗的话呢，就是制造这个中东国家变成动乱了，就让他们产生一种感觉，就是说你这个国家都不安全的话呢，用美国的武器就会比较安全。所以这对欧洲来讲的话，没有人愿意当白白的傻子被你这个攀啊，被你来敲竹杠啊。所以说，这个欧洲本身在自己那个萨瑞典公司，那怎么会隐约失当？不就川普现在战略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对付其他国家呀？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摆明了要欺负你嘛。是啊。那你们那个卖精品的话，是觉得说机会难得，不是要讲110万以后才有这个机会吗？算法是这样嘛？对吧？他这个算法是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精品来讲的话是个人愿意嘛，但是买武器的话都是就基于国家的安全嘛。所以我这边要强调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海格赛斯讲的话的话，我觉得我现在终于了解他心里想什么啊。他这个其实跟我
间接有一点关系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前阵子的话呢，他在那个 Virginia 把那些美国的将官全部叫来臭骂一顿的时候，嫌他们太胖啦，嫌他们不做体能啊什么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一个自己不合格的一个军队人士的话，处处的展现他的肌肉啊，搞不清楚他到底做什么。后来才发觉啊，他就是说觉得说这些将官的话呢，本身对他来讲，他现在就直接讲明了，不值一提，或者是不更矮一是你提都阶不。用提。然后我个人原来我是对美国的军人呢还是有一点尊敬的，现在听到他这样一讲的话了，我觉得有一点窝里反的味道。另外讲到哈佛，他讲说哈佛2个原因，第一个全球化他不要，不要全球化的观念对我们教书的人来讲是很麻烦的，你知道吗？就锁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圈里头。然后另外的话呢，他说这个激进思想，他讲的激进思想就是哈佛里面讲的那个 DEI 啊。就是说 DEI 的话，大家就知道，就讲 LPDG 啊什么这种啊，第一种 diversity 啊 equity 的这种概念，这个不是哈佛才有的，这个是美国整个学术界有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除非你不希望美国的军人在做受训，但是他要的什么？他要的是那种，他要的就是爱死这种人啊！逮到的话呢，一言不合就马上爆头啊，那不是这种人吗？所以说这个人没脑筋。这个川普都快为了爱死的这种粗暴的做法都快倒了，他还在那边讲这种话。我说句良心话，我们大家开始以后的话，碰到美国当兵的街头上碰到的，就是说你们的战争部长看不起你们的将军，他是自卑感。他不需要专业思想，他要服从命令的军人。杨老师，我觉得 Access 不仅是这个，就是在这个当军人作为一个领导美国战争部好了。他的这个整个的资历是不够的，他个人的道德我觉得是很差的就是包括在婚外情啊这些一大堆的问题。然后今天，要讲哈佛，我必须要讲，我自己在美国，我接触到好多美国的，就是智库，我们会碰到，你知道在台湾很少智库，比较少，就是说是有很多的军方有背景的人，然后来在智库里头工作。可是美国为什么会这么多？因为他们都在服役的时候曾经到过哈佛，到过各种华府的一些战争那个学校去读了很多的书，所以美国有很多的这种战略这个思想的人可以做研究的，那他们讲出来，所以你看看，常常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国安的顾问啊，或者国安的一些建议是来自于军方的，甚至他们还到国务院工作就是包括以前的退休的这个亚太的这个驻京，都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今天你要把这条路断掉，大概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认为你就是要集体降低美国的军官我讲的是军官的智能这个是绝对不是好事。那至于川普我觉得他讲到说是美国这个 America First 的这个优先的考量，卖东西利益，美国的利益最重要。那对不起大概就只有中东国家跟台湾会买因为第一个你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来，按照正常的欧洲国家，大概都要经过国会的预算这些来审批的吧，不是那么容易就通过的。你现在看谁临时出钱出得多，那一定是最不民主的国家，像沙烏地这种，可以他随时要有油的钱来捞出来付这个。那台湾也是一个，就是觉得说能够买美国的武器，然后美国肯卖我们，就是我们的光荣，所以我们会一路买。他这个就是等于还要而且他第一批货，我一再强调，你在网购。今天第一批货都没给你，他就要你下第二单，你会吗？一般的人大概都不会，所以我先看到第一批货吧，到底长什么样子我要看到嘛，然后我要知道你有没有信用，会不会骗我，对不对？会不会第一批货来了以后，一打开那个盒子里头塞了一大堆的旧报纸，我都不知道，那为什么我要下第二单，下第二批？我觉得川普就是一个极尽所能想要骗钱的一个总统，奸商是我真的看的是奸商。接下来看的新闻更是匪夷所思。我本来以为会不会是网络假新闻啊，或者是只是这个小报的报道，就发现是 Daily News 这个是一个正式被发布很有可能发生的新闻，是五角大厦近日释出了影片，
是2021年美国的 MQ-9死神无人机拍摄的画面。那捕捉到的画面里头是什么呢？我们透过画面看一下，看起来是这个黑白的影像，但这个是在夜空中拍到。叙利亚的上空以不可能的速度啊，一架无人机正在追踪它，它居然像光速一样的消失了，而且是一个蘑菇形状的飞行物。那这个军方五角大厦发布这个消息要做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很有可能，川普7月就要亲自召开一个历史性的记者会，改变人类历史的演讲，会公布美国数十年来所有收集的各种科技、非人类的生物证据。这个是来自于英国知名 UFO 研究员他所公布的哦，定在所谓的79周年的罗斯威尔事件7月8号之间即将要来公布，当然是其中选举之后。那当然有它的目的性吗？还要果然是宇宙等级的总统，不只是地球的总统而已。那当然有很多的神秘事件在其中。而最近除了外星人这个事情之外，有很多来自于医界的报道啊，因为觉得他是不是怎么失序了呢？光是这件事情，大家觉得不可思议。川普在自己的社群上面公布奥巴马夫妇变成猴子的画面，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把他们很丑化成像猿人这样的歧视，这种很严重哦。这是非常歧视的画面，就发在自己社群里，然后后来删文了。川普今天被问到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发文呢？你要不要道歉？”他说：“我不用道歉啊，我为什么要道歉呢？我只是看到的前段哦，是在分析所谓的选举舞弊，我没有看到最后面的画面了哈，所以我就 po 上去了。因为白宫还有帮忙去澄清说没有啦，是幕僚误发该贴文，就川普自己承认我发了，我只看到前面没看到后面没有什么好道歉的，就是我把它删掉了这是川普风格，被形容荒谬至极。为什么他要求，如果以联邦资金要补助你的话，包括了机场，包括了车站，都要把地方如果那个重建可以，要冠上他的名字，就要 Trump， 全部的川普车站、川普机场、川普什么什么什么，通通都是要这样做的，才要补助经费。在祈祷早餐会上，川普脱稿演出，他说我会上天堂，听听他怎么说。Talking about the fact that I will never make it to heaven. I will never, ever. And I was being funny. I was try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did a front page story that Donald Trump is questioning his life and the meaning of his life. No, I was just having fun. I really think I probably should make it. I mean, I'm not a perfect candidate, but I did a hell of a lot of good for perfect people. 他显然是很在意《纽约时报》对他的报道认为他做了很多好事，值得上天堂去。但是这一连串的行为跟所谓的言论，有精神科的医师就不同的说法了那川普之前向挪威的首相传讯息说，鉴于贵国决定不给我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我不再觉得有义务纯粹思考和平会永远的以思考美国才是好的、合适的才重要。美国议员发文说，美国总统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正是在危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因为他所掌握的大权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第25修正案，他认为是存在是有必要的，必须要控制，把它解职都是必要的。因为精神科医师是这样说的：川普的大脑正在不成比例的恶化当中，他形容是失智症的一种现象那从几个指标来观察，包括走路的行动似乎不太正常，那言语跟表达的模式，他认为已经肆无忌惮以及冲动、反复无常、改来改去，都符合精神疾病这个老化的各种现象。那么同时，跟美医，那如果是有这样的疾病，不知道是不是但是精神医师的分析嘛那现在正在谈判，到底有没有可能要攻打，还是真的可以和谈下来？经历了第一次的谈判，现在伊朗摆下了16马赫的导弹，强调第一阶段谈得不错，我们继续再往下谈下去。只是在军事的回应上面，并没有要客气，强调自己的防治能力也很强。美伊会谈，白宫警告是说，川普的手段不只是外交而已，伊朗必须无核化，全面的来进行，必须要听我们的话的概念。同时，伊朗在美伊会谈里面拒绝停止核浓缩，所以谈判下来，大家还在想不过，贝森特的一段谈话引起了非常高的关注，甚至呢，直接很直白，过去也不可思议，没有听过官员会这样讲的。他坦诚呢，美国对伊朗做了什么事情？经济制裁之外，也刻意的造成他们美元短缺。这些短缺呢，就会有国内的高度通膨的问题，银行破产的问题，最终就会酿成通膨这么严重，民众就上街去抗议执政党，
这就是可以很直白的告诉大家，我就是有办法让伊朗你直接毁灭啊，包括了经济制度上面。将军，首先讲川普这个人呢，我们看了这1年下来，自大到极点，他应该叫川普大帝，每个地方都要冠建筑物都要冠他的名字。我看民主党的那个州啊，他的名字会挂在一个地方，公共厕所。第二个，他为什么讲这个奥巴马这个猴子呢？他是没有看到，不经意发出去。我们看手机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看什么节目，大数据就给你弄来什么节目。是，你要不喜欢去凑这个奥巴马，你不看，我才不相信呢，不小心点出去了，对不对？第三一个，我跟你讲 UFO 的事情啊，早在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听说了，美国有专门机构收集这些资料，也有一个禁区，它50几区我忘了，就专门收集这些残骸，还有什么太空外星人的尸体，这种我们都听了多少几十年了。川普这个人是一天不上电视不曝光，他很难过的。加上美国自己内乱成这个样子，他要创造话题，他要搞一个把几十年来收集的 UFO 的这些问题啊拿出来秀一下，他又变成全人类里面最了解这个太空里面这些未知的这些东西。这个人呢，我真的讲，一天不能上电视啊，他就很难过。或者人家讲他一句啊，他就要制裁人家。人家不是波兰的议长说他不配拿和平奖吗？他马上就要骂人家，制裁人家。那个邮报的记者问他一个不好答的问题，要骂人家什么笨啊、懒啊，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人呢，毫无一个当总统的那个样子。所以讲，再回过头来，什么人玩什么鸟。这种国防部长，我跟你讲，我接触很多美国的高级军官。我跟你讲，最成功的国防部长是麦纳马纳，他是企业家。国防部长2件事，一个是国防资源怎么样平均分配到3军的急需或者优先，企业家可以做到。第二种就是刚刚严老师讲的，他是美国的军人，读过外面很好的名校，他回过头来接总长、接部长，对建军他有整体的构想，有现代化的构想。哪里是你这个货色来当部长，还看不起人家？因为你学历比人家低，他只要那种绝对服从，是对不对？那自己又德不配位，对不对？他的学历也不够，他的这个能力也不称职，所以他只有用这种很粗鲁的手段跟哈佛切断。你要知道，美国多少优秀军官都是常春藤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他为了是省钱，你知道吗？美国对一个 ROTC 的军官，你还在读大学，每个月给你3000块钱零用钱。你不要到部队，直接读硕士班，也是学费国家付。所以美国军官为什么比别的国家的军官优秀，是国家下血本在培养出来。今天你这种搞法是毁掉美国军官优秀的一个传统。是，袁老师，这个川普现在心思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11月3号这个年的中期选举 （middle term）。对他来讲的话呢，他这边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引发大家的注意。要公布这个罗斯威尔的这个1947年到现在刚好79年的事情的话，就是搞一个噱头了。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他心思非常恶劣，就是美国确实是这些人，我不敢讲 MAGA 所有的人，确实有很多人有种族歧视，就是认为这个奥巴马跟他的老婆米歇尔他们就是猴子。感觉上，因为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奥巴马下来的时候，有很多的美国的种族歧视者是用这种猴子的方式来讲他们。那我觉得这个观念，因为这个观念确实构成美国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隐痛，因为美国人喜欢奥巴马的人跟恨奥巴马是猴子的人，他们是一个极度的对立。那川普本身要维持他自己的，因为他这个脑袋真的是有问题，他宁可愿意让美国要变成一个分裂的国家，他也不要让美国本身来讲要一个持续能够永续发展的国家。
你看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讲到任何地方他都需要挂他的名字。川普是有孩子的，他自己都快80岁了。那个拜伦本身来讲表现的，我不管怎么讲，他将来的话呢，那个川普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今天还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说川普目前为止的表现的话，就是非常不正常的，丢脸的急得要死。我讲一件事情啊，我不能够随便骂川普本身的丢脸要死啊，就是他说任何人家问他说有什么限制你的时候，他就说我个人的道德，个人哪有道德？个人就自私自利啊，个人哪有道德？道德这个概念就是一个集体的规范啊，对不对？我是教这个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你现在讲你个人道德，你现在个人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是美国赋予你这种从德国移民来的种田的人，就有今天这个权利，有这个机会，你通通忘掉了，你就是完完全全不顾美国的发展，也不顾世界的发展，甚至于你不管到这个里面其他情况下，你自己强调你连开口闭口，大家记不记得前阵子发个照片说他自己是教宗啊，现在又想上天堂啊？那么就这种让人家感觉到，就这个的的确确，所以说大家现在一定要能够要救世界的话呢，这个川普本身，他会使得美国极其的蒙羞啊。对不对？因为你个人怎么会有道德？大家要知道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够轻忽啊！因为这个是等于伦理学里面的大核子弹啊，就是说这个个人，然后主宰了全世界最强的部队。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在美国现在情况下，另外川普本身现在最严重的是他底下的幕僚那个贝森特跟他越来越像，那讲的话几乎完全一样。你怎么可以用这种事情呢？伊朗自己活该不争气啊！你为什么说一下子没有美元了，你就要通货膨胀呢？你这个搞到别的国家哪会有这种问题？你知道大陆的话没有美元，大陆现在正在想尽办法去美元化的目的，就是要说明美国本身就包藏祸心，你怎么还有发展这种现象？你自己当初怎么样对待美国的，对不对？大家都197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在那个伊朗人的话呢，为美国的大使馆444天的情况下，不是讲好跟美国一刀两断嘛？现在贝森特怎么讲呢？用美元当武器，说弄你就把全部弄垮了，你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你自己要检讨啊，你活该啊，对不对？所以过去就算做也不会说啊，现在都是公开着在。对呀、所以我觉得贝森特最近讲的话谎话连篇啊，大家仔细看。我这脑袋我的时间不够，要不然我的谎话我会告诉你好几个嘞。是严老师，现在没有什么川普做不到，只有他，我们大家想不到，他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影响着全世界。对，我觉得因为2个事情啊，第一个我大概是常常在节目中说他应该去看精神医师的啊，就是他确实啊是一个自恋狂，然后也是一个自大狂啊，然后也有这种对种族歧视或者对女性性别的歧视这种心理不健全啊，然后他今天要所有的这些东西不管是机场也好，或者是这个你看纽约中央车站的不是就是 Penn Station 啊，这些大的地标，他都希望用他的名字。那很多人就问了，就是说你干脆把纽约或者其他地方的这个监狱也用你的名字好了啊。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今天要把一个这个重要的战舰船只用你的名来，他说你自己逃兵你自己没有当兵，然后你今天要这样，人家过去的一些尼米兹这些都有战功彪炳的，你怎么能够想要把自己放在上面？然后大概不少的，我觉得美国人会说，应该要启动25条修正案，就总统的心智有问题应该大家集体跟总统说，请你下来了副总统上去了，应该是到这个程度了。Vance 会比较好吗？那而且我另外第二个，我从我自己是基督徒来讲，川普的支持者很多是基督徒，他在这个早餐会祈祷早餐会讲的话，我觉得大概基督徒的牧师或者没有人敢这么讲的。他今天这样讲，你就是真的是打脸很多你的支持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包括这个奥巴马夫妇的这个问题你知道基督教在美国是对达尔文主义是非常反对的，因为他们是相信创造论，而不是相信演化论。那你今天讲到奥巴马，你用这个来形容，你等于是相信演化论哦。如果今天是这样子的话因为它有分不同层次的嘛，那你也是打脸你的宗教信仰，那你还能够进天堂？我都不晓得他怎么进我觉得他今天一定被拦在外面绝对进不了的。他自己以为他自己可以进，我觉得这就是川普最大的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领导人
领导之下，还有像贝森特，还有像这个鲁特尼克这种谄媚的这种部长，我认为他们都是共犯。今天包括很多我过去还蛮尊敬的美国的国会议员，支持他的都是共犯，包括美国的宗教领袖还在挺他的也是共犯。今天美国沉沦就是你们开始的。